OpenCloud 也许是2026最不该火的东西，它成功的把 AI Agent 这个概念带出圈，但又不告诉你它的门槛到底有多高。但龙虾的火热却又是 AI 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因为你很难不去幻想，当 AI 可以24小时自己干活，你的公司规模、你的税后收入能翻多少倍？可以预见这样的产品只会更多、更好用。而今天要介绍的 Custom Agent 就是 Notion 最新上线的年度重磅新功能，也是目前我用过最好用也最容易上手的 Agent 的工具。我会讲清楚它能做什么，应该怎么用。视频时间轴如图所示，测评不易，欢迎点赞、收藏、关注，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谢谢各位。在开始前，快速介绍下我耗时1年制作的 Notion 模板，这是个专为知识工作者设计的知识与任务管理系统，已经帮助将近1500人搭建起了自己的 AI 知识库，让 Notion 真正好用，一套模板即可管理所有人生大小事。详情可见评论区置顶链接。回到正题 ，Custom Agent 的设置方法非常简单。打开 Notion， 在左侧边栏你会看到一个新的入口，点击新建代理按钮，就可以在这里用自然语言告诉 Notion 你想让它做什么，它就会帮你配置好所有的流程和规则，就像这样。在 Notion 中，每个 Agent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工作页面，这里的触发器是这个虚拟员工的上班时间。你可以让它按照小时、天、周、年、月的固定频率去自动执行任务，也可以告诉它，当检测到 Notion 有新的编辑、新的页面创建，或者你的日历、你的邮箱有新的活动时，就自动触发。然后可以在指令位置填写它的工作内容，只要是你能用 Notion 做到的事情，比如创作文章、生成图片、查询或编辑数据库等操作，这个虚拟员工都能做到，甚至还能做得更好。后面我还会有更具体的案例向你展示。工具和访问权限则是给这个虚拟员工配置的电脑外设与门禁卡，你可以限制它能够如何访问和操作你的 Notion 工作区。而模型则是给这个实习生租借的大脑，越好的模型需要支付的工资就越贵。接下来我将展示自己和4个虚拟员工协作1天的真实流程，你可以用老板的视角评估一下他们干的到底行不行。每天9点打开 Notion， 第一个实习生已经帮我整理好了这样一份早晨简报，可以看到他在今天早上8点准时上班，然后这是他自动执行的所有工作步骤。这份简报包含了我今天的行动目标和昨天的工作汇总，扫一眼就知道我今天有哪些任务要执行，有哪些会议或项目需要推进。再看一眼昨天的工作总结，包括收到了什么邮件，有多少 Stripe 订单，有哪些 GitHub 提交，以及网站的访问数据有没有波动或异常。有了这份简报，我就能快速判断今天应该优先做什么，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并且虽然涉及到的数据很多，但其实这个实习生干的活非常简单，只需要在指令这里告诉他要去哪个 Notion 数据库抓数据，抓完数据后按照哪个模板对数据进行处理即可。所有的要求都是自然语言，就像老板吩咐下属一样，不需要任何编程代码即可实现。不过这里更大的问题在于，任务、项目或者会议本来就是我在 Notion 数据库里创建的，但邮件、GitHub 提交、网站订单以及网站数据可都是与 Notion 互相隔离的。那么这个简报实习生是怎么获取到这些信息的呢？这其实是另一个 Agent 要干的活，我后面会展开介绍。让我们先回到早晨简报场景，过去如果我想获得这样一份报告，不花上半小时不可能做到。即便有了 AI， 你依然需要主动的和 AI 对话，然后一步步命令它把某些信息从这里搬到那里。但现在所有繁琐的机械操作都可以让这个虚拟员工代劳，每天8点自动运行，1年下来至少节省出7个工作日让你去干别的事。而且我们把思路展开，如果你不需要简报，还可以让它每天自动扫描数据库里那些逾期未完成的任务，标记为搁置，然后向你发送通知提醒。或者让它每周5自动汇总本周所有项目的进度变化，生成一份周报等你过目。还可以让它定期阅读你剪藏的文章，把新增的文章按主题进行分类，并提取文章摘要。核心逻辑都是一样的，就是定个时间，告诉他去哪里读数据，读完之后再进行什么处理。早晨简报只是这个逻辑的一种表现形式。接下来介绍另一位实习生，他专门帮我处理邮件相关的内容。打开他的工作手册，可以看到我给他发了一张 Gmail 的门禁卡。Gmail 是 Notion 官方提供的配置通道，快速接入，不需要任何折腾，这样它就有了随时读取邮件的权限。任何邮件进来，它都可以自动分析，然后把邮件数据搬回 Notion。不知道各位使用邮件的频率高不高？我反正每天至少得打开20次。现在理论上我再也不用看邮件了。例如今天的第一封邮件是 Stripe 的订单通知。每当我的网站售出一份模板后， Stripe 都会给我发这样的一封邮件，然后邮件实习生就会自动提取订单金额、日期、客户邮箱，并填进我的 Notion 数据库里。
我就可以在数据库的销售看板里多维度的查看模板销售情况了。不知道还有哪个工具可以提供如此便捷的从邮件数据到可视化面板的全套流程？有懂的弹幕可以说说看。第二封邮件是我的网站访客发来的咨询问题，内容是询问我的模板是否支持付费升级版本。你可以看到我的邮件实习生自己撰写了一份语气合适、结构清晰、内容准确，甚至还用上了恰当的促单话术的邮件，然后自动帮我回信给了这位潜在客户。3分钟后，这位用户真的下单了。也就是说，这个 agent 它不仅能看邮件，还能帮我回邮件。它不仅能用 AI 模型的泛用知识去回答，还建立在完全理解了我的模板各项功能细节以及各种适用场景在做的答复。我想只有这样才能算是真正的智能客服吧。要实现这个效果其实非常简单，我只需要在他的工作手册里写清楚，当收到的邮件内容是关于我的 Flow 模板的用户咨询，就必须去调用我提前在 Notion 页面里写好的 Flow 模板知识库的内容再去做解答。是 AI 模型的发展才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因为它的上下文必须足够长，才能一次性从将近4万字的知识库中索引到合适的内容，然后才能组织成一份恰当的答案。这样一来，理论上只要做好网站的内容和 SEO， 那么从用户咨询到付费下单，从产品发货再到数据分析归档的所有工作，都可以全部交给 agent 去自动化、智能化的完成。不过关于邮件 agent 其实还有不少细节可以挖掘，感兴趣的弹幕可以扣1，我单独做一期视频讲讲。第3封邮件则是我订阅的每天都会收到的 newsletter。 以前这类邮件的命运只有一种，那就是一直堆在收件箱里从来都不看，但现在邮件助手能知道这是一封有高密度信息的邮件通讯，然后他就会阅读全文并将邮件摘要直接写入我的 Notion 数据库里。我只需要扫一眼就可以判断这封全英文的邮件还有没有继续阅读的必要了，并且这个 Notion 数据库还可以利用最新的管理看板功能去组织分析所有的 newsletter 或者分析我的阅读进度等，非常便利。3种邮件3种处理方式全都由同一个邮件实习生完成，实现的基础是 Gmail 的访问能力。我只是在工作手册里描述了3种不同的处理规则，收到邮件后它会自己判断，而且整个过程完全静默，不需要我介入，这才是 agent 和普通 AI 聊天最大的区别。作为老板，你只需要交代任务，不需要亲力亲为， AI 模型它会自己干活，而且随着模型能力的进步，这个员工的脑子还会越来越聪明。同样的逻辑，你还可以给实习生发一张 GitHub 的门禁卡，他就能拉取代码的提交记录，然后写进数据库；发一张谷歌日历的门禁卡，他就能读取你所有的日程安排。Notion 本身已经内置了非常多的第三方工具，可以快速关联，但如果你需要的工具不在这个列表里也没关系，我们还有别的方法去访问，这点我后面会再展开。现在数据复盘完了，邮件也处理完了，第3个虚拟员工就该登场了。我有一个用于记录灵感和选题的数据库，只需要新建页面，然后在标题位置写下选题内容，例如 AI 知识系统的搭建方法，然后这个 agent 不需要我通知就会自动上线。打开它的工作日志页面，可以看到，首先它会提取这个选题的关键词，然后在我有数千条记录的 Notion 笔记库里翻箱倒柜，包括曾经记录过的任务、项目、笔记或者简藏都不放过，然后它会把所有与这个选题相关的资料都汇总整理到这个选题页面中。因为这些都是我平时有意识记录和整理的素材，所以检索出来的几乎每条信息我都很熟悉，也都能直接作为参考。过去这个手动检索的过程至少要花半小时，但现在 agent 的执行是静默无感的，每一个灵光乍现的选题都能从过去的记录中得到回应。如果你想要的不只是创作素材的检索，你还可以在这个实习生的工作要求里添加新的指令，例如让他利用索引到的资料直接生成一份内容大纲，包括开场怎么写，分几个核心论点，每个论点用什么素材做支撑，都能自动化帮你写好。你可以将这份大纲作为思路参考，不需要犹豫，很快就能进入写作状态。以前每次开新选题最怕的就是从0到1，脑子里有模糊的想法，但迟迟落不了笔。现在这个启动成本几乎被抹掉了。或者更偷懒一点，如果你觉得这条大纲没有问题，可以直接将这里的状态从待审阅改成待创作，那么 agent 就会自动按照确认的大纲帮你写完全文。
这个案例的执行逻辑不只适用于选题和内容创作，任何需要先整理再动手的工作流都可以套用。如果你是老师，备课的时候可以让 Agent 去翻你以前的课件和学员反馈；如果你是产品经理，写需求文档的时候可以让他去翻你记录过的用户反馈和竞品分析。只要你在 Notion 里有记录的习惯，这些积累就会在下次启动的时候被 Agent 调出来。记得越多，下次执行时能给你提供的信息就越有实践意义。最后一个实习生是我的内容分发助手，他负责帮我把 Notion 里写好的东西发到别的地方去。要实现这个功能，需要用到一个新东西，叫 Notion Worker。前面的 Gmail 门禁卡是 Notion 官方提前配好的钥匙，你把钥匙拿过来就能用。而 Notion Worker 的作用就是让你自己写一段代码，然后部署到 Notion 的服务器上。这段代码就是自己配置的一把钥匙。接下来我用自己的博客发布流程进一步展示它的能力边界。我的模板网站是部署在 Vercel 上的，文章是在 Cursor 里用 MDX 格式写的，写完之后需要提交到 GitHub 去触发 Vercel 的重新部署，然后你才能在网页上看到我写的文章。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每次我在 Cursor 里看着这些赤裸的 Markdown 都觉得辣眼睛，并且写完一篇文章其实只是完成了相对愉快的那部分。但现在我用 Notion 来写博客文章，首先编辑器是好看易用的，再也不辣眼睛了，这是最核心的改变。并且 Notion AI 还有无限量的 4.6 模型可以随便造，想怎么写想怎么改都可以。然后我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客发布助手，一共11个步骤，全部在一次执行中静默跑完。它把前面几个实习生用到的能力全串起来了，包括用状态触发 Agent、数据库的读和写、调用外部 API 等等。不同的能力被串联在一条流水线上依次协作，中间没有人工介入，我可以刷刷网页，喝杯咖啡，然后3语文章就自动在我的网站上线了。回顾一下这一天的工作，4个实习生的能力其实是一级一级往上走的。简报助手只是把数据从这里搬到那里，邮件助手开始自己判断每封邮件该怎么智能的处理，选题助手再进一步执行内容分析、素材检索、内容创作辅助等。发布助手则开始成为可以外派出差的员工，能去外面的平台干活赚钱，真的会让你有一种当老板吩咐员工干活的感觉。并且这些能力和权限都是你一层一层主动给的。如果你不放心让他读邮件或者回复邮件，那么可以撤销他们的访问权限，只保留最小的权限授权。回顾过去3个月的实践，我最大的感触是 Agent 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它理论上能干多少事，而在于它实际上每天能稳定帮你省多少事。OpenCloud 证明了大家对虚拟员工有多渴望，但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搭建方案的代价。Notion 则选择了一条对普通人相对更简单易走的路，把 Agent 做进你已经在用的工具里，不用折腾，不用冒险，而且随着模型不断进化，这些虚拟员工的能力天花板每个月就会被拉高一次。篇幅有限，还有大量的功能细节无法展开，包括优缺点总结，我都放在了这篇万字解析里，你可以在视频简介里找到文章链接。今天展示的所有 Agent 的场景背后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 Notion 里得有东西，不管是任务、项目、笔记、剪藏，这些数据库的结构和积累深度直接决定了 Agent 能帮你做多少事。我自己用的这套系统叫 Flow 思流，是我花了1年时间搭建的专为知识工作者设计的 Notion 模板，已经帮助将近1500人搭建起了自己的 AI 知识库。如果你也想拥有同款知识库，欢迎查看评论区置顶链接。感谢购买支持，这里是恶意的笔记，我们下期再见。